一个吉安所的，太医院岂是尔等能随意擅闯的？来人，把他轰出去！吴春林呢？把他给我叫出来！走吧，赶紧走！吴春林呢？你是什么身份？我们无院派也是你能直呼其名的，还不赶紧走？赶紧走！你不然赶紧走！走！快给我住手！吴大人，都退下！下官不知钟老前来，又是远迎，又是远迎。刚才是谁口出狂言，对钟老大不敬的？啊！你们可知钟老是谁呀？钟老是跟随先帝出生入死，打下江山的军医，曾数次救过先帝的性命。开国后，是钟老亲手创办了太医院，他是我们太医院的第一任院判，也是我师叔。师爷，钟老可谓是德高望重。这些小王八羔子，刚才非要把我轰出去。我看你们一个个的是闲顶着脑袋太累了，都想歇歇了，是吗？不敢！哎呀，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？钟老，下官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了钟老，还请钟老原谅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放在心上。钟老，您隐居多年未曾出山，今日怎么想起来太医院了？这次我来太医院，是给你们送一位二等医士。二等医士，谁呀？丫头，进来，让大家见见吧。怎么是他？他怎么还活着？他怎么又活了？冯嫣，你说呢？我装死自然是为了查出真凶，人赃并获。即日起，龙泽兰重回太医院，恢复二等医士之位。谁准他恢复二等医士的？朕准的。皇上驾到！朕倒要看看是谁在质疑朕的旨意。钟老，你继续。我来有2件事：一是恢复荣泽兰太医院二等医士职务；二，我有件事要处理。把冯英给我拿下！你二人在吉安所干了些什么？自己说。来人，拖出去斩了！我说，求皇上饶命，求皇上饶我不死。冯医师，你找我何事？周医师，听说你曾是1等医师，因得罪了吴大人，这才被发配到吉安所，真是可惜了你一身才华。我叔父昨日还提到你呢。我现在有一个让你重回太医院的办法，你可想一试？真的？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听我叔父说，太医院如今还有一位3等医师的空缺，只要你能让荣泽兰从这个世上消失，我便让你离开吉安所。冯医师，这可是杀人啊！不敢，
我实话告诉你，要么你按我说的做，我捞你出吉安所；要么吉安所最不缺的就是尸体。你自己选。好，我做。冯明远，你这侄女犯下此等恶行，你有何解释？皇上，臣有罪，都怪冯音。臣受冯音蒙蔽，误以为周音是含冤被贬，不忍明珠蒙尘，这才将她调回太医院，还请皇上降罪呀！皇上明鉴，是他诬陷我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去害荣泽兰？一定是他收买了你来构陷我的。我没有胡说，是你嫉妒荣泽兰成为二等医师，认为他抢了你的位置，所以你想报复他。是你亲口跟我说，事成之后让冯大人调我回太医院，如今我人在太医院，这就是铁证。求皇上明鉴！我没有。孽上！你犯下此等罪行，还敢狡辩？太医院乃是悬壶济世之地，岂容你这般蛇蝎心肠之人留下？请皇上严惩冯音。臣管教不严，自请严查臣。冯明远，朕念你多年来忠心耿耿，罚俸1年，官降1品。周文熙杖20，逐出宫阙；冯音杖30，逐出宫阙。谢皇上开恩。叔父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我这么做是为了冯家，你不能不管我，叔父。闭嘴！家里何时教过你，为了一己之私要他人性命？我们冯家没有你这个不孝女，拖出去！叔父，走！奴婢谢皇上为奴婢主持公道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蠢成这样，还怕被人笑话？要不是我在圣上面前周旋，我们冯家早就被满门抄斩了。连一个小小的仪式你都……罢了。即日起，你回府闭门思过，非诏不得出户。等风波过去，我便给你寻一门商贾富户结亲。如若你有良心，日后助我们冯家药行生意兴隆，也算你将功折罪。我都成一枚弃子了，你还要我将功赎罪？呸！今日欺负我的人，一个都别想跑，都得遭报应！
怎么，来听你的蓉姐姐瞧瞧我有多狼狈吗？不要，风姐姐，我们从一熟到现在，认识快10年了。我一直都很崇拜你，你那么聪颖，那么有能力，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努力的目标。可今日，你却做那样的错事，我好失望。不过，我们是朋友，我还是想来送送你。对啊，我都忘了，我还有朋友，真可笑。我回去给你拿些金疮药吧。不用。素颜，我很感谢你能来看我，这是我给你的礼物。这是什么？这本来是我要晋升1等医师的时候用的，现在我把它送给你。这么珍贵，是香药吗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记住，一定要在太医院的时候再打开。好了，你回去吧，在太医院好好当差，保重。风姐姐，保重。太医院有一个算一个，都要为我陪葬。晚上吃什么好吃的去？想吃暖锅。荣医师，御药房当值的医师姐姐忽然急症，帝妃娘娘的安神药亟待抓配，麻烦你同我速速前往御药房抓药。好。苏叶，那你药材摘好之后就先回去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好。臣此次前来有要事告知。何事？柳福林之女荣泽兰已入太医院为医师，臣忧其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恐借太医院之变，
调查10年前的真相。不过是个小小的医室，能翻起什么风浪？你身处太医院，将它料理干净便好。你我多日未见，我深夜来此，可不是听你说这些的。药材都带齐了吗？那瓷瓶在哪里见过？我不仅要成为2等医师，成为1等医师的计划我也安排好了。不出半年，我必成为1等医师。那瓶中难道装的是？他真是疯子！如果里面装的是瘟疫异种，今日欺负我的人，一个都别想跑，都得遭报应！这就对上了。你去告诉荣泽兰，就说苏叶在晾晒药材，有些药不认识，让他去指导一二。是。苏叶，你让吴医师告诉我说，你整理药材时有药材不认识，是哪些啊？啊？我并没有不认识的药材啊。你脖子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可能只是过敏了。泽兰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苏叶，有什么事你别瞒着我。真没事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你让我看看。这是窦漪。泽兰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别上报，我只是3等医师。如果他们知道我得了窦漪，他们会把我烧死的。苏叶，你先起来。你别怕，我也已与你近身接触，也有感染的风险。你放心，我不会上报的。谢谢你，泽兰。苏叶，你先好好想想，近日你可曾接触过什么异物，或是去过什么生僻场所？风姐姐出宫前给了我这个瓷瓶，说是珍贵之物，她还叮嘱我回到太医院方可打开。可我打开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些臭臭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。难道这窦漪来源于冯英为了报复宫里众人而特意放出来的疫病？苏叶病情棘手，上报他性命不保。若是隐瞒，倘若疫病蔓延，会有更多人被牵连。到底该如何是好？这么晚了，容易是为何还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？可是在思念心上之人？宋大人大半夜不睡觉，可是有梦游之症？我当然没有梦游之症了。那你为何张嘴就说梦话？宋大人，我近日偶感风寒，还是保持些距离为好。你我相识许久，我鞍前马后，
助你揪出幕后真凶。我不是在邀功啊，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可是，你却还是与我这般生疏，真是令人心寒。荣医师，你大可不必与我如此生分的。宋大人的伤怀之意再真切一些，方才可信。你还没说呢，你刚在想些什么呢？宋大人，若有人身染恶瘟疫，隐匿不报，则疫病横行；上报，则此人必死无疑。当救其一命，还是舍小保重。此事两难，以社稷安危计，其以保万，或有无奈之选。但人命关天，若能寻得万全之策，方为上上之选。荣医师为何有此疑问？宋大人所言极是，顾全大局虽残忍，却是不得不为之。多谢宋大人，我已有决断。如此便好。荣医师若有需要，随时跟我说，我宋凌霄都在。苏叶，别抓！我跟你说了，别抓。泽兰，你看我脸上是不是长痘了？我会不会死得很难看？你别怕，只要你忍住，别去挠，不会毁容，也不会死的。真的吗？你放心。泽兰，你离我远一点，你被传染就不好了。我做了防护，而且我也会注意的。我幼时曾患过痘疫，不会再被传染，放心吧。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眼下你安心养病，早日康复才是最重要的事。冯大人，荣泽兰为包庇得了痘疫的苏叶，主动和苏叶同室隔离，二人现在都在后院最偏僻的那间厢房之中。倒是挺会选地方。他与苏叶朝夕相处，一定也染上了痘疫。如此正合我意。届时荣泽兰隐瞒疫病之事，证据确凿，等待他的便是烈火焚烧。大人深谋远虑。这几日盯死那间屋子，一有异动，速来禀报。荣泽兰，我暂且让你多活几日。泽兰，我脸上的痘疮快好了。泽兰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你快把药喝了。泽兰，你的脖子……别说你小时候得过痘疫，你骗我，都是我害了你。没事，我能治好你，就能治好。可是，你是因为我才被传染的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没事，苏叶，你相信我啊！
冯大人，事情成了。好，通知下去，太医院发现痘疫患者，为防疫病扩散，立即将感染者火烧深埋。是。三股气节，容泽兰。你们干什么？奉冯大人之命，将二人押走火烧。带走。是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我！听说染痘疫的是苏叶和荣泽兰，这怎么办？我们与他人同视而居，怎么办？该不会也死上了？今日过去，你我皆无事发生，定是无恙。若被旁人听去，小心无端惹来灾祸。你们这什么我都不能干。笑我。怎么是他们？啊！真的有事？来人，点火！冯大人，此事是否需要再详查一番啊？若他二人并非斗疫，岂不是草菅人命啊？吴大人，他二人症状如此明显，怎会有误？荣泽兰隐瞒疫病不报，犯下死罪。吴大人身为太医院的院判，却未能及时察觉。若斗毒横行，这失职之罪，吴大人恐怕承担不起吧。当然，吴大人若是不信，也可亲自查验一下。吴大人如何呀？脉象复说，确实斗疫无疑。来人，点火！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斗疫虽恶，但只要精心调治也可治愈。为什么不尝试着治一下？一个染病烧一个，10个染病烧10个，那100个、1000个呢？全都烧死吗？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被烧死，也不尝试着救一下，大家对得起身上这身医官服吗？皇上，凌霄觉得荣医师说的对，身为医官，我们应该努力救治。这瘟疫虽然可怕，但我们不应一味只是逃避，一烧了之。如若救治成功，积攒了宝贵的救治经验，也是利国利民、造福百姓的善举啊！凌霄恳请皇上给荣医师一次救治的机会，凌霄会亲自看着他们，确保他们不出隔离的房间一步。如果救治失败，凌霄定会亲自把他们付之一炬，确保众人安危。就是啊，闭嘴！公规不可违！点火！住手！荣泽兰，这才几日，你怎么又闹出事来？你可知质疑公规是何罪名？回皇上，奴婢知晓，但奴婢所言也是为皇上的江山社稷着想。哦，皇上爱民如子，以仁德责备苍生，岂忍见无辜者横死？长此以往，百姓将如何议论？百姓定会唾骂太医院众人见死不救，看皇室视人命如草芥，更会议论
连皇上身边治病救人的医者都要被烧死，这天下还有何处是安身之所？皇上，他这是危言耸听啊！皇上明鉴，边关浴血的将士，乡野耕作的农夫，若听闻皇上弃医者于火海，岂敢再托生死于朝廷？孙先生千金方有余，人命至重。皇上以仁政治天下，若开此先例，100年后史书将会如何书写？恐会说皇上为保宫闱安民，不惜自毁仁德之名。大胆！皇上，他这是要挟您呢。奴婢万死不敢要挟皇上，奴婢只是忧心，此事若传扬出去，朝堂之上的御史言官、天下学子的口诛笔伐，定会让皇上的圣明蒙受尘埃。倒是个伶牙俐齿。公归私议，亦是为社稷安危，朕岂会以众人命换一人活？如此说来，皇上以为弃医保众乃天经地义。社稷如巨舟，行于惊涛，必系重负。朕若因一人之命，陷万千臣民于疫病水火，才是有负天下苍生。一介医士，安知治国权衡？皇上以周御国，却不知周之根基在于万民。若保周而弃子民，他日民心尽失，纵有千军之力，亦难渡沧海。大医精诚，医者守人心，皇上守天下，难道不该比医者更惜人命吗？你确定你能治好这窦毅？奴婢确定。皇上，万不可轻信，荣泽兰并非医官，就算是医官，也无十足把握。他只是一介医士，他没有治病救人的资格，更没有治病救人的经验。不过是为了保命，信口开河呀！皇上，皇上，奴婢恳请携苏叶于厢房内隔离治疗。若10日内，奴婢未治愈这窦毅，奴婢愿以死谢罪，绝无怨言。若10日之后，奴婢治愈了这窦毅，则天下就多了一副治病救人的良方，而皇上人心广济的美名也将能传遍天下，万民颂德。皇上，此乃两全之策呀！皇上，奴婢愿以身试药，要是能为百姓做些贡献，奴婢死而无憾。好，那朕便给你10日。谢皇上隆恩。荣泽兰，你不是一个突发奇想的人，为什么会问弃医保重的问题？可是遇到什么事了？苏叶患了窦疫，宫规规定，凡发现患疫病者，立刻火烧深埋。我不打算上报。宋大人会告发我吗？你可有把握治好他？有，但我怀疑此事是有人故意设计，目的是为了除掉我。所以你是故意引我发现这件事的？是。宋大人既已知晓此事，那我们便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你想让我如何做？我有一计，虽危险，却能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我需要宋大人在我得窦疫被人发现之时，将皇上请到太医院来。此事很难，所以我才会拉宋大人入局。我相信大人你一定可以。此外，我还想请大人帮我3件事。其一，想请大人帮我确认同寝室的周宁与孙玉是否被感染。其二，我需要治疗窦疫的药。其三，还请大人想办法，千万不要让任何人靠近我与苏叶隔离的厢房。我怎么每次都会被你算计啊？
泽兰，快把药喝了。你还好吗？没事，苏叶，我们定能闯过这一关的。泽兰，今日听了你跟皇上说的那些话，我好崇拜你啊！我也想像你一样勇敢，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一切。苏叶，如果我撑不住了，你要记得，要按照我教你的方子配药，继续自己喝。记住，以后一定要为自己活，要为这身医术活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还要为千千万万没有机会像男子一样出人头地的女子活。泽兰，我懂了，我要做那飞过宫墙的鸟，谁也别再想把我关回笼子里。10日期限已到，荣泽兰，你一定要平安无事。冯大人，你这是？宋医官为何在此？下官奉吴院判之命，负责为荣医师提供药材。倒是冯大人，为何来此？荣泽兰，治疗窦异期限将至，本官特意前来查看情况。若仍旧疫病缠身，本官便依照公规，即刻将他2人就地处置。荣泽兰当日与皇上约定的是10日，距此还有半个时辰。冯大人，你是否过于着急了些？哼，这屋内毫无动静，说不定人早已身亡。宋大人为他争取这半个时辰，难不成还指望荣泽兰能在半个时辰内死而复生吗？下官信与不信不重，我宋凌霄只知道，抗旨者死。哎呀，宋大人，时辰已到，还不让路吗？荣泽兰，你当真败了？看来我们医者仁心的荣医师治好了别人，自己却又要让冯大人失望了。2等医士荣泽兰不负众望，治好窦异，并研发新药，从此窦异可防。好！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不免了。朕听闻荣泽兰已经病愈，还研制出了治疗窦异的方子。回皇上，确实如此。臣已为2人诊脉，皆已痊愈。好，荣泽兰，荣泽兰阻止疫病蔓延，研制窦异破解之法有功。朕今日便破例进你为1等医士。奴婢叩谢皇上隆恩。起来吧。恭送皇上。阿娘，兰儿终于成了1等医师，以后兰儿可以随便进出脉案室查看脉案了。兰儿一定要找到你被冤枉的证据，
替你平冤昭雪。恭喜！泽兰多谢宋大人救命之恩。哎，不用谢，不如以身相许啊。我开玩笑的。泽兰，今晚我们吃什么呀？要不我们去吃些好吃的去？哟，这不是苏医师吗？如今学会摇尾巴了，可真是条好狗。既然这么爱跟在人后面伺候，那就把我们的衣服都洗了。你没有手啊？自己不会洗吗？苏叶，你怎么敢？你凭什么打我？我打你还需要理由吗？孙医师这是要以下犯上吗？我乃皇上亲封的1等医师，你这一巴掌落下来，按公规该杖责20贬去吉安府，助纣为虐者一并论处。二位可是也想去吉安所听一听棺材里挠指甲的声音？容医师息怒，容医师息怒。若下次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童女，我定让你们知道这1等医师的印信可不是摆设。是，你再也不敢了。滚！泽兰，我终于敢和别人说不了，谢谢你。阿娘，兰儿从荣家到太医院，走了整整10年，而今，兰儿终于可以看到，您当年在宫中经历的真相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事？是什么人陷害了你？这个人不管是谁，兰儿都不会放过他。兰儿要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，要让他血债血偿。武佑元年，太后于生辰宴突发哮喘，并伴有畏寒之症。荣六氏茯苓私自诊断，太后急症为寒哮。荣六氏以白芥子、盐胡索、细辛、干碎药粉和姜汁于丝帕，供太后嗅之。在太后病症稍有缓解之时，当值冯医官赶到，认为妇人之见，难登大雅之堂。自古以来，医道皆为男子所掌，女子插手不过添乱罢了。最终，荣六氏茯苓因耽误太后病症，罚杖责80，赶出后宫，以儆效尤。
亲的诊治与用药明明无误，只因身为女子，打破了所谓女子不能行医的规矩，就被无端猜疑治罪。这世道何其荒谬！原来荣医师所图是10年前的卖案。你别误会啊，我也是来拿东西的，并非有意窥探。既如此，大人请便。荣医师，既然已经得偿所愿，为何看着还是不开心啊？我母亲于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救治他人，却因女子无才便是得的迂腐规矩，被诬告为庸医，送至刑部杖责而死。宋大人身为7尺男儿，享受这世间诸多尊荣，你可知道这世间对女子有多么不公？这世道对女子的偏见由来已久，千年礼教积重难返，不是一朝一夕可破的。难破又如何？既然如此，我便要自己闯出一条路来。我定要让天下人都知道，女子习医不输男子。我一定要为母亲昭雪，打破这世间女子不得从医的烂规矩。我荣泽兰今日立誓，从今往后拼死一搏，打破常规，定要凭自己的本事，成为大梁国的第1个女性医官，登上姓名顶峰，掌握话语权，届时于朝堂之上，为母翻案昭雪。荣医师，不管你做了什么决定，我宋凌霄都会站在你这边。荣医师，苏叶出事了。苏叶，苏叶，苏叶，畜生！谁让你们下死手的？苏叶，苏叶，错了，我不是故意弄脏宁贵妃的衣裙，是有人故意绊我的。我说了，可是贵妃不信。我好不容易才学会说不，我还想像你一样，可是不行。苏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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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保护好你。泽兰，我也想像你一样勇敢，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一切。我要做那飞过宫墙的鸟，谁也别再想把我关回笼子里。苏叶的命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泽兰，柔妃急召，太后奉体前案，速随我去出诊。终于有机会见到太后。是。滚！哀家说过别靠近哀家，听不懂吗？微臣参见太后。
哪个不长眼的，又惹太后不高兴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站住！别过来！这是臣妾特意寻来的百年人参，最是滋补身子。有心了，没什么事，你们都退下吧。哀家没病。太后，就让吴院判给您看看吧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好了好了，哀家自己的身子自己清楚，没什么事，都下去吧。太后，奴婢听闻皇上极为孝顺，您如今身子不适，若是讳疾忌医导致病情加重，皇上定然忧心不已。奴婢斗胆，恳请太后让吴院判为您诊脉。这小医士，哀家之前怎么没见过？回太后，之前的医士调走了，这是刚来臣身边的荣医师，也是钟老的徒弟。你是柳福陵的女儿，当年你母亲就不安好心，如今你也想来害哀家。太后明鉴，奴婢自小研习医术，立志治病救人，绝无害人之心。太后，既然您不喜他，那便逐出宫去，省得您生气。好，就依柔妃所言。太后娘娘，当年奴婢母亲与您之事，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住口！竟敢违抗太后旨意！奴婢恳请太后给奴婢一个机会。来人，还不赶快拉下去！太后，太后娘娘，奴婢请太后给奴婢一个机会。我得想办法留在宫中，若是被赶走，还怎么可能为母亲翻案？这不是荣大医师吗？本以为你是飞上了枝头，没想到是要被赶出宫去了呀！真是笑话。哎，荣医师，听说你母亲是罪妇，你进宫该不会也是想学你母亲一般，谋害后宫里的贵人吧？我母亲清清白白，从未谋害过任何人。你们要再敢多说一句她的坏话，小心我撕烂你们的嘴！别忘了，我一日未走，便还是一等医师。孙医师和周医师，你们是忘了我上次的教训了吗？荣泽兰，你少吓唬我们了！你都要被赶出宫去了，还耍什么一等医师的威风啊？你母亲若是清白的，怎会因此被杖责赶出宫？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！我看你是又想死了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太后病重，皇上下旨，太医院救治不力，要全部押去太后寝宫接受处罚。一群废物！太后沉疴数月，如今越发严重。现如今你们一个个连病症都查不出来，这药你们有何用？回皇上，太后原本慈祥温和，如今脾气暴躁。刚才臣欲给太后诊脉，这不又被打了出来。微臣无能，一直未能给太后诊脉治疗，请皇上赐罪。冯大人和吴大人轮番上阵，都被太后赶了出来，我们实在是无计可施啊！若今日还不能查出病症，这一定治你们的罪。当时太后寝殿内，除了熏香，一直有一股若有似无的异味，且太后性情大变，又不许旁人近身，难道太后的病是？皇上，奴婢荣泽兰或许可以诊断太后是何病症。还有办法？荣泽兰，此话当真？回皇上，荣泽兰她是忧心太后病情，她只是一等医士，还不能担此大任。荣泽兰，小心你小命，给我闭嘴！皇上，奴婢眼下已经有了一些推测，
如需准确判断，还需近身为太后诊断，方能确定。荣泽兰，倘若你诊断不出太后的病症，你可知后果？奴婢知道。皇上，太医们以君臣之礼给太后问诊，太后碍于身份难以松口。容易是身为女子，心思活络，臣以为不如让她一试。荣泽兰，如若今日你查出太后的病症，重重有赏；倘若查不出，太医院涉事医者全体治罪。这怎么行啊？怎么能把身下性命交于一个医师之手？太医院没人了吗？一个女子竟然要登堂作诊了，这成何体统啊！各位医官们，如果不服，可以站出来进太后寝殿试上一试。荣医师此时挺身而出，并不是为了抢你们的风头，在本官看来，他是在救你们的命。就这么定了，荣泽兰，你进殿去吧。谢皇上，奴婢一定会尽力一试。你怎么还在宫中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太后息怒，奴婢一心为太后治病，求太后给奴婢一个机会。哀家不需要，出去！奴婢想给太后讲一个故事，若太后听完仍旧不愿，奴婢立刻离开。谁要听你的故事？奴婢曾听闻，江南有一富古之家，家主之母染疾，却讳疾忌医。家主仁孝，整日忧心于母亲病情，无心理事。短短数月，和府上下乱作一团，账房错漏百出，奴仆各怀心思，家中佃户也遭牵连，终日食不果腹。一个小家尚且如此，更何况一个国家呢？太后，您若凤体康健，皇上安，则天下安；您若凤体抱恙，皇上寝食难安，则波及的将会是朝堂上下和天下黎民。天下黎民皆为儿女，您作为这个大家庭的母后，不为自己，也该为您的儿女们着想。奴婢荣泽兰恳请太后接受奴婢的诊断治疗。请嬷嬷近前，奴婢有话想告诉太后。都退下吧。是的。他要是治不好，那我们不是都死定了？可不是嘛。你起来吧。谢太后。奴婢斗胆请问太后，您近来可有咳嗽、喷嚏，或闻流水之声时难控搜尿，甚至时有阴中脱物之状，且偶感排尿艰涩？放肆！你怎敢窥探哀家的隐私？太后息怒，奴婢有此疑问，皆因奴婢猜测太后所患病症为阴庭，此病非太后独有之隐疾，妇人10之8九皆有此病。此病多因生育子嗣后身体未能得到妥善调养所致。太后您身份尊贵，医应用度都是最好的，
但您一生操劳社稷，忽略了身体的维护，所以才会患上此病。你所言当真？自然当真，此乃夫人常见之病症。哀家要强威仪了一辈子，如今却被这馊逆失禁困扰，实在难堪呢。这才不愿让他人知晓。太后您放心，只要细心调养，积极治疗，是完全可以康复的。只是奴婢还需近身为您诊脉，方可确定您患的是否是阴挺之症。你上前来吧。太后，您所患之病确为阴挺，病症根源已明，待奴婢将详细诊断告知吴院判，吴院判定能将您的病治好。奴婢先行告退。且慢，此病虽为妇人常见之症，但男女有别，如此隐私之事，哀家实在难以接受男医官的问询和治疗。太后，奴婢只是随诊医事，本不该多言。但奴婢实不忍太后受此煎熬。奴婢有一提议，不知太后可否接受？什么提议？你快说来听听。太后之症重在温补，可用艾灸温通包宫，配合五禽戏调和气血，再辅以阿胶、当归羹进行食养，或可医治。如若太后愿意信任奴婢，奴婢愿为太后一试。哀家听闻，你曾治好了公主的一时之症，也曾化解宫中的斗疫之危。你当真这次有把握？奴婢会尽力一试。那哀家便信你这一次。皇上，哀家已决定，往后哀家治病调理之事，就全权交由荣泽兰负责。母后，此话当真？太后三思啊！您是千金之躯，岂可交予一个医士？使不得呀！还请太后容臣等为您把脉医治。哀家的病症，轮不到你们智慧。皇上，太后，荣泽兰不过是知晓一些浅薄医理的医士，怎能为太后调理病症呢？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！皇上，此事确有不妥，如若必须荣泽兰治疗，臣愿一同从旁协助。都给哀家闭嘴！哀家心意已决，往后只要荣泽兰。荣泽兰，太后交由你调理，若有好歹，你当如何呀？荣泽兰，太后是朕的母后，对朕无比重要。若太后经你调理有任何闪失，你要知道，你荣家满门抄斩都不足为过。若你治好了太后，你要什么，朕都重重有赏。奴婢愿立生死状，只求皇上、太后恩准。如若奴婢调理好太后，就允奴婢留在太医院。准了。谢皇上。见过柔妃娘娘。听闻荣医师对医药颇有研究，本宫就想找荣医师特意制作一款安神香。此乃西域进贡的冰髓香料，皇上御赐的。荣医师挑选合适的药材，就用它为本宫制成安神香了。启禀娘娘，
奴婢虽为1等医士，却只有随诊资格，并无制药权。制药由医官们操办，还请娘娘另寻良医。放肆！荣泽兰，本宫好意相托，你却推三阻四，莫不是记恨本宫先前赶你离宫？奴婢不敢。医士擅自制药有违宫规，定会被驱逐出宫，还请娘娘体恤。若无其他事，奴婢便先行告退了。站住！荣泽兰，本宫是在命令你，若是拒绝，那便是以下犯上，本宫照样可以将你逐出宫去。既然如此，那奴婢便试一试。此事还请娘娘为我保密。你这宫女手如此不稳，损毁御赐冰髓香料，该当何罪？奴婢该死，求娘娘饶命！既然娘娘有公事要处置，那奴婢先行告退了。哎，泽兰，吴大人，这几日太后病情可有好转？回大人，太后已经有明显好转，再按照现在的方子继续调理一段时间，想必很快就能康复。如此便好。这几日你辛苦了。这是奴婢应尽之事。太后越来越赏识荣泽兰，如果荣泽兰把冯音散布疫病的事捅上去，那冯……记得点赞关注哦。